found. Ready to infiltrate.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赛琳娜。哇，我翻了一下，我先前讲的赛琳娜视频已经是3年前的了，和现在的玩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重新再介绍一次吧。首先，被动赛琳娜有2种形态，精灵形态和深渊形态，没有大招，出生就可以使用，和罗杰一样。转换形态的时候会增加移动速度，升级技能可以减短 CD 时间，还有切换的时候会增加更多的移动速度。再来看精灵形态，在精灵形态的技能都会给上敌方单位印记，一技能打在地上的话，可以看视野兼地雷，可以同时存在3个，所以可以2个拿来看视野，一个用来打架。也可以直接泼在敌人身上，把他们弄脏，过一段时间会爆炸，是范围伤害，也会给上印记。还可以搭配2技能的鬼魂，陷在地上的大便会被2技能的鬼抓起来带着。也可以先2技能，再1技能丢在鬼身上，让他带着大便去撞敌人，撞到会直接给上2层印记。1技能命中敌人会给上缓速，爆炸也会再次缓速。敌人一次踩到多坨大便，伤害会比较高，但并不是很实用。放在不同位置可以看视野，效果会更好，所以并不是很建议把1技能都搭在同一个地方。2技能射一只细细的鬼出去晕人，距离越远会被晕越久，晕到距离较远的敌人还会增加自己的移动速度。然后讲深渊形态，在深渊形态的时候，技能打到有印记的敌人时，伤害会比较高。1技能单体的强化普攻，打在有印记的目标上会刷新2技能。2技能指定方向位移，打在有印记的目标上不会进入 CD， 然后深渊形态的一次技能触碰到目标都会减少1次印记，而且是一次性的引爆，不像兰斯洛特那样只会飙到1只。现在引爆印记对于小兵野怪的伤害有点高，变成轻兵打野有点快，并且利用我之前有提过的用位移来当做最后一下尾刀吃兵的方式的话，支援的速度变得很快。现在赛琳娜只要到了2级，印记爆得好会快得非常夸张，轻兵伤害有点太高，这就是最近赛琳娜热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鬼魂很烦，还是大便很讨厌，和其他什么前后摇手感什么的也都没太大关系，就是因为轻兵太快。我想应该不久就会被消，所以轻兵问题我们就不做过多讨论，以免这部赛琳娜的教学寿命活不久。再来连技，因为机制和上一部教学早就不一样了，现在连技变得非常麻烦，每种用法的时机不太一样，建议尝试性质，不一定要打，或是觉得自己一定打得到目标的时候，先2再1射鬼往前先观察，晕到人之后再切深渊形态就可以了。在几乎最远距离晕到直线顺利靠近的话，可以2技能3下后刚好大便喷汁给上印记，1技能刷新2技能离开，也是现在最高爆发的连技方式。距离稍微近点的话会来不及等爆炸，所以建议自身没危险，我们可以过去打一下再离开，也不建议等爆炸，因为距离近代表晕没那么久，自身可能有危险的话，就建议2技能过去，不要接强化普攻，直接2技能再2技能拉开距离，或是转深渊形态有加速，我们就直接走过去强化普攻，再2拉开距离。那若是目标离我们距离较远的话，先2技能过去的话也行，但建议2技能不要碰到敌人，主要就是低下的印记要留给1技能的强化普攻，自身会比较安全。再来就是可能要打团有没有把握可以晕上好目标的时候，鬼负责晕就好，大便直接用泼的，可以选择要不要弄在同一个目标身上，比较灵活。所以我们要看敌人头上有几层印记，秒不秒的掉来决定要不要发起进攻。要进攻的时候才转深渊形态，然后团战或不是最远距离带大便晕到的目标，都建议转深渊形态后加速直接走过去，1技能就离开，因为这样会有一个护盾。那只有1层的话，2技能过去接1离开，和直接1技能离开是一样的。当然，先2技能再强化普攻，再2技能离开，伤害会比较高。但有2层的话，1技能下去之后，2技能会有印记离开，就可以用2次，会比较安全。但我们是2技能过去接1，2层就会直接没了，会变成后续也只能用1次2技能。所以我建议打团眼花缭乱的时候，一律直接1技能再考虑2来位移，比较不容易失误。那现在建议常驻精灵形态。
升级主点1技能 CD 会更短，捡 CD 装备出一些出来之后，就可以疯狂的泼粪给印记。没要进攻或逃跑的话，已经不需要随时切形态了，因为 CD 并没有比较快了，而且就算比较快，我们加上等3技能的 CD 时间就比较慢了，所以如果没等鬼丢出去晕到人，也不太好做太有效率的进攻，就要稍微等一下了。但只要印记还在，我们就都可以考虑进攻，伤害也还不错，所以有时候会需要用到瞬移来捡尾刀，通常就是因为鬼射出去但还不能切形态的状况，就需要等时间，或者是没有办法直线前往有地形障碍的时候，都可能会需要用到瞬移来补足距离，才能把敌人给尾了。目标头上有印记的目标都可以这么做，敌人不一定是被晕到的才能进攻，加上2技能和1技能的强化普攻，距离可以追很远。那若是打在有2层印记的目标，又想要在团战中安然而退，2技能就不建议第一下打在目标身上，打在没秒掉的目标身上，我们才可以2技能2下拉开距离。这刚才我们是有讲过，但是如果要挂瞬移的话，建议先2技能再瞬移接强化普攻，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爆第一下印记是1技能啊。忘了说1技能要先打开接的才会快，所以我们在玩赛琳娜的时候，头脑必须要很清楚。有时候没有2技能的时候，需要靠1技能回2技能的时候，要等一下先前精灵形态的爆炸，等爆炸就是这个意思。再来选角跟出装，现在赛琳娜我推荐走中路，虽然游走和打野也行，但不够强势，原因就是游走痛击机制改了，打野的话则是没有瞬移。那我们不喜欢的敌人有移动速度很快的，位移不好丢2技能的，例如贝拉妮塔、准、凡妮，还有免疫控制能力又跑得快的周跟马尔提斯，还有用得好的卢卡斯。再来就是能挡掉鬼魂的召唤物，有波波鲁、扎兹克还有猴子。其他好打赛琳娜的还有法列尔的大招解控，推走破坏接技节奏，婉婉的2技能也能解控，也能解掉印记。花火免控用得好，也几乎不会被晕到。巴特兹则是几乎不会被晕，而且还又大又硬，赛琳娜都被恶心到了。还有洗礼也可以解掉赛琳娜的印记，其他也有克制的，但我觉得是还好，毕竟现在赛琳娜强的不是只有恶心的晕，印记的伤害才是现在强势的原因。出装的话，建议熟悉连技跟打法后，就是第一排天罚的出装，我只能说太恶心了。那若是队友太多尾刀狗，怕跌不到天罚，也可以考虑第2排的出装，40%减CD， 让接技更顺畅。那我看排行是有很多出附魔法器称45%减 CD 的，我觉得没必要。我自己实测是觉得30%的手感就够了，而且星宿镰刀才能打出更强的爆发伤害。而且现在深渊形态根本不花魔力，前期先顶一个回魔项链就完全够用了。所以我推荐第1排出装，不要天罚就第2排。星宿镰刀能够让我建议的连击方式得以更完整发挥伤害。灼热之杖继续烧，增加天罚的触发几率；浴火血雨增加移动速度，让我们更丝滑，更容易追击有印记的敌人。招远弹灯则是减少 CD 和增加触发天罚的几率。一样，最后2件可以看情况，对面坦克少也可以换成神圣晶石。回击自己看，主要就是搭配减 CD。战场技能请带瞬移、逃命尾刀2相宜，不要再带火焰爆弹了。再来看实战了，这场是我输了好几天，终于遇到一场双方差距不会太大，而且也有个比较勇猛会玩的路人队友，我非常感谢。那这里开场先买鞋子，再预购一个回魔小剑，晕到敌人才够移动速度跟上，魔力也够了，剩下按照顺序无脑点就好了。那赛琳娜开场1级清兵很慢，所以我建议大个1技能在 buff 那边帮忙打野就好了，赶紧上线清兵。1级清兵的时候，1技能泼在中间的兵身上，普攻也指定后面血量较多的小兵，这样可以最快清完到达2级，直接进入赛琳娜的强势期。不过很可惜，这个2技能老实说还是很难命中。那现在我是建议距离较近就直接智能施法，别瞄准了，距离较远再来做预判手动瞄准。然后前期不要乱切形态，因为大招 CD 很久没办法马上切回来，所以要确认敌人身上有印记，准备要发起
起进攻的时候才切深渊形态。哇，有没有刚才我预判了瞄准，通通都没有晕到人 ，buff 也被抢了，就是因为那天杀的安卓拉在跟射手啊，我们2打3当然打不赢了，但运气非常好，卢卡斯很猛，我也换掉了一个敌人。那2级之后只要有印记清兵就快了，这边我尝试性直射出鬼魂晕到哈利，是走过去才补上一技能，因为若是没晕到一技能要拿来清兵用，但这边我失误了，我没有等爆炸就把技能都用掉了，变成哈利追着我打。可是追着我的话，我2技能丢鬼魂智能施法几乎会100%命中，再加上1技能喷之惊险单杀。那我决定清完兵再回家。2级之后清兵的方法就是把大便泼在范围内能够涵盖到所有小兵的那只身上，转深渊1技能打开，再2技能冲过去直接打死旁边小兵，就会给上印记，刚好2技能尾刀小兵拉开距离。不过被左儿收了也没办法，但这样清兵很快也没漏兵，大家可以再看一次，也通常不会被消耗到太多血量，因为1技能有护盾。那现在婆婆鲁在打乌龟，我在草丛里面搭一坨看视野，然后2技能其实也能看视野，所以我才往那发一发来看看。主要是当时我瞄小地图的时候没有看到敌人在包下路，少看到了个强身。然后这边我应该要预判路线来射鬼魂的才对，路线和我不是直线，是呈梯形方向的话就要预判一下，所以很麻烦啊，头脑要很清楚。然后我又忘记哈利有2技能了，不然我就不会瞄准卢卡斯控制完的位置了，而是瞄准哈利逃跑的路线。这边有点可惜，画面离我太远了，我没能够确认哈利有没有印记，所以没上。当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再切回精灵，直接智能施法，近距离混战很好命中，而且因为设定会挑血少的，顺便阻止了周。但波波鲁的印记让我有点混淆了，导致我2技能进入了 CD，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混战的时候直接1技能再看情况，比较不容易失误。这边看我丢鬼魂，并没有接上1技能叠着用，晕到再决定要不要泼在敌人身上来进攻就好了，否则遇到突发状况没晕到目标，就会有个没份可丢的空窗期。鬼魂也能用来丢野怪帮自己加速，用大便来清兵就够了，意思就是要给伤害的话有印记才是重点，打人也是一样。然后这边看到我切了深渊形态，再切回精灵形态，我的鬼魂 CD 就好了，但切回来3技能也要 CD， 所以就算晕到人也要等 CD， 会没有办法有效进攻。所以刚才我射鬼魂之前是有等3技能再多回一些 CD 才发射的，就是为了万一哈利用脸去接鬼魂，我们才能立即转深渊形态发起进攻。所以这边清完兵转回精灵形态，我瞄准一下，顺便等 CD 再发射鬼魂。大便放在哈利回来的位置，他也没回来，而且奇怪了，我应该是有晕到人，萤幕左方才会有个小圈圈可以看，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转深渊形态准备冲了，但圈圈里面没人，我一脸懵逼，原来是哈利洗礼解掉了。不过刚才和哈利碰撞完之后，我不应该在下路逗留，要赶紧回中路把兵清完再准备支援才对。我还在为刚才的情况一脸懵逼的思考着，因此在这边逛了10几秒的街。这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游戏开始前读图的时候不要发呆，多记一下敌人带了什么战场技能，才不会被敌人给弄傻了。而且10几秒的时间，甚至刚才都可以已经清完中路到上面帮忙卢卡斯把周给杀了。那现在要准备会战了，我先搭一坨在草丛看视野，弄到左儿，但强森撞过来秒杀波波鲁，混战射鬼魂智能施法，但打到后面的强森，我怕周有大招1技能泼他身上，再转深渊进攻收掉周，再转回精灵回头帮忙卢卡斯，但鬼魂手滑射歪了。我想卢卡斯在温泉看到我刚才那样应该很生气，不过这也没办法，这边只好搭一坨在乌龟上方看视野，然后回到中路清兵。但走过来看到普罗迪，想说能不能晕到，所以等了一下1技能的 CD， 可惜又没中，那就把1技能泼在小兵身上转深渊清掉。不过这边我看到强森发车了，所以2技能位移要留着，等他离开了没要撞我，我才转精灵跟上支援。一样这边属于会战中，鬼魂不要搭配大便一起用，不然丢空了就什么都没了。左儿杀过来，我才能1技能泼他身上。看到没？我没有转形态，要进攻的时候再转。左儿想收头方向又和我呈几乎直线距离又近，直接智能施法转深渊收掉。但后面的敌人没有印记，所以先撤退。有印记的话才可以考虑脑冲进攻。那我本来是想回中路清兵，但卢卡斯大发神威，而且普罗迪也没有回家，我决定来抓一下他们。2技能又歪了，但没有关系，1技能泼到就行。那我觉得他们会在草里面回城，所以尝试性质的丢鬼魂就要接上大
大便。这边丢到了，很明显会加速，我马上转深渊，一技能打开，距离不够就二技能接闪。不是，我明明有按闪，怎么没出来？但普罗迪头上还有印记，赶快闪进去秒他再出来。再尝试鬼魂又中，那他死了。要注意过去才泼粪的目标，我们进攻的时候要等一下爆炸。哈利复活追出来，吓死我了！但是直线鬼魂很好命中，哈利被鬼魂吓到了，弄一个便秘大不出来。这边他还想追，但是他这次没有再被吓到了。我3技能 CD 也还没有回好，1技能也没泼到他。回到中路清兵，但格兰杰也在，清兵就交给他，我就可以尝试性质丢丢看的这种，就可以先2再1这样用。赛琳娜现在烧脑的就是技能只要用错时机就会打酱油，虽然好像 CD 很短可以乱放，但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像现在没要打架才可以乱用，不小心晕到人还能拖敌人时间和帮自己加速。强生开车了，我在这边引诱他撞我，但很可惜他很聪明，知道我在骗他，绕了一圈过去撞射手。我看小地图，原本以为队友们是安全的，毕竟那么明显我也闪了灯号，实在是爱莫能助啊！我鬼魂是瞄哈利，所以也没帮上忙，就算我是晕普罗迪也没用，因为强生在旁边帮他挡着呢。就这样，普罗迪配合着强生把我队友给收光了。刚才死掉的2个队友马上就开启了激励士气模式，害得我很想去按那个坚持就是胜利的选项，导致我这边犯傻了。本来想上普罗迪，但强生直接撞来，我耍白痴去撞强生，就是因为短时间塞了太多资讯来，让我没办法消化。我也没看到佐尔在旁边等，也没时间按拒绝投降，就这样带着安卓拉给对面买1送1了。这故事告诉大家，队友还在激战的时候不要去按激励士气，真的会影响到时序，降低胜率。大家都死掉又没会战的时候才按比较好，也能让大家冷静思考一下这场战斗还能不能打，点了拒绝之后才会真的起到激励士气的效果。而且这场的卢卡斯很猛啊，虽然安卓拉不太会玩，但这是单排，双方平均实力不要差到太夸张，都还是可以打的。而我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接下来能打得更好，让鬼魂能够丢更准，2技能攻击闪招，1技能刷新什么的在脑中过一遍。还有就是可以像我现在在录视频一样，检讨一下自己，找找自己问题，让下一场自己可以更进步一些。我就不相信有多少玩家会看自己录像检讨自己的。像这边我确实也打得很烂，但这已经是我在排位练了2个礼拜的成果了，熟练度和程度已经有所提升，也水了好几天的废片，并且严格检讨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正确的玩法教学，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为了每个礼拜周更赶时间，导致我常常上一些没怎么打出角色风采的素材。但赛琳娜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尤其是像现在这场，哈利、佐尔、周都稍微对赛琳娜有点麻烦，每个英雄位置都有够难抓的啊。那这边因为我是出天罚的关系，又很想展示出赛琳娜的风采，所以我一看到哈利头上有2层，我就直接挂瞬移过去想尾刀。有没有那个周？我根本拿他没辙，完全晕不到他。不过卢卡斯很猛，那敌人在追人或逃命的时候，就是最好预判路线的时候了。所以赛琳娜的晕可以当成只是附加的，大多情况下还是只能限制走位而已。但我们只要在重要的时刻晕到个几次，就还是有可能扭转战局的。那我刚才鬼魂是往蓝 buff 那边丢，因为没有看到佐尔，但是现在看到在下面了，而且对面蓝 buff 因为我丢了鬼魂不见了，就是因为我们鬼魂可以帮忙看视野，待会对面蓝要刷新的时候就会出现倒数计时。强生有被动护盾真印，换成其他英雄应该是挡不住我伤害最大化的连击的。哈利则是因为贪心想杀我，没有跳回去，卢卡斯配合充气娃娃拿了个双杀。这边我也是瞄卢卡斯击退完英雄的位置，可惜敌人先死一步。下路的佐尔也放弃治疗，用2技能开场去刷有晕技的波波鲁尔送了。强生很生气，单独一个来撞我，但是他也不是出输出装的，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那现在领主刚好升了，我们直接过来砍，有没有我那鬼魂射过去就看到周了，这才是鬼魂的核心用法。晕人真的只是附加效果，有晕到就赚到这样。那现在敌人也快复活，周也可能会过来打一坨在地上看视野，保护队友打领主。然后我们在中后期抢野怪的速度也算快的，那这场是没有展示到就是了。就像我打这个河道花这样，我们也可以常常去抢对面的蓝 buff。那现在我们的领主出生，波波鲁回家拿个蓝，他也跟我们闪了个撤退灯，队友还是不错的，刚才的激励士气真的有点作用呢。那现在看到哈利飞出来想要切我们的格兰杰，这真是脑子烧坏了啊！掉领主还走出来外面跟我们
人打架，我实在非常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掉领主了的时候还那么喜欢到外头打架。这点粉丝们一定要特别牢记。那最后再补充一点，赛琳娜其实生存能力不高，尤其是在我们转深渊形态冲锋陷阵之后，很有可能会需要用到瞬移来逃命，所以时机对就用吧。我觉得以赛琳娜来说，正常的比例大概会是60%拿来逃命，40%是拿来挂技能闪去尾刀吧。那赛琳娜差不多就这样了，主要重点就是头脑要清晰，什么时机技能怎么用很重要，不然就会是一位逛街王。尤其是不要整天想晕到人秒人，这些都是我看国外主播得出来的结论。他们鬼魂也是常常空的，又不是打 AI。那我所有教学视频都会确认敌人不是 AI。那分辨 AI 的方法现在有点不一样了，详细我打在分辨 AI 的那部教学视频置顶留言，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那边看。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雨，我们就下期再见了。